优格那个酸味搭配蓝莓酱的那种香气，我觉得整个搭配起来很棒，很好吃，越嚼越香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是，它的尾韵蛮强的。我觉得它这一期啊，感觉它这个排骨蛋炒饭有一点点致敬鼎泰丰的感觉，它的蛋跟 cheese 很香，很滑顺。最重点是它那个菌菇啊，它咬下去非常清爽，非常的新鲜，皮薄馅多。它里面这个蛋加玉米啊很厚，外面的话这个蛋饼的饼皮蛮有弹性，但是又不会到很厚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se。那我们这集的话就要来帮大家介绍全家这期的新品。全家这期新品的话，就我觉得蛮少的，然后很多它出的就是真的很单纯的复刻品，就是像什么巧克力甜甜圈那个，我真的觉得太普通，那个我就不另外介绍了。虽然官网有公布，那我们就介绍一些我觉得真的没有出现过的一些产品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一帮大家介绍。第一个的话是石臼系列最新出的口味是伯爵橘丁切片软欧。石臼系列有出很多，那这期的话以这个伯爵橘丁切片软欧的这个口味，然后是最新的产品，它的话切片期应该都石臼系列都差不多啊。如果大家有买过的话，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。这个石臼系列啊，其实基本上就跟以往石臼系列一样，它们优点就是很没负担，然后面包超级柔软，这种有点像是五谷杂面包，然后吃起来我觉得就是很好吃，很没负担，然后甜度的话大概就是1至3分糖左右。但这一期这个新品啊，它有这个橘丁啊，就是它有这种橘子切块，它砍在这个面包里，其实吃起来蛮多颗粒感的，也就是说它砍的橘丁还算是蛮多的，而且橘丁的话，我觉得除了口感很脆以外，它的甜度的话大概是3分甜左右，有一点甜，但是它其实不到甜腻的感觉，就是吃得到这种橘丁带来甜甜的橘香味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点缀效果算蛮好的。然后可以看一下它里面那些白白的啊，就是每一片都有这种白白的，这就是它里面的砍的一些起司。我觉得这个起司也不甜，但是也很香。那起司跟橘丁去点缀这整个这种像是石臼这种五谷杂面包，我觉得点缀起来的话就是加分很多，很柔软的面包，然后再加上橘丁跟很滑顺浓郁的起司点缀化，这个的话我一样觉得石臼系列都很推。石臼系列基本上都没有吃到什么雷的，只是说如果你喜欢甜一点或味道重一点的口味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会有一点没味道，但是我蛮喜欢石臼系列的哦，推荐给大家。下一个话是全家这期的满馅面包，这满馅面包它又出了一个新的口味，它是蓝莓优格的满馅面包。那满馅面包就像我们之前有说的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全家的一个品质保证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很前面，它的这个馅这期蓝莓优格是有加优格蓝莓口味，我觉得馅在切的时候就看起来蛮多的，帮大家试试看看。这期的蓝莓优格满馅面包啊，它馅真的就是超多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真的超多。以往的满馅面包馅都还算蛮多，只是有几期它可能稍微没那么多，但这期的话还是在水准左右，就是很好吃的柔软的面包，然后馅的话甜度的话大概落在3到5分，也是不甜的哦。对，但是馅很满，优格那个酸味搭配蓝莓酱的那种香气，我觉得整个搭配起来很棒，很好吃。喜欢不甜的又喜欢吃满馅面包，这个口味我觉得就还蛮推荐的，因为有些满馅面包口味是偏甜的，但这个话我觉得偏中下的，蓝莓味也很重，不会像上一期全家蓝莓丹麦的蓝莓味几乎没有，这个话蓝莓味就很重，又有恢复他们满馅面包的水准，所以这一期的蓝莓优格的满馅面包，我觉得这一期是算推荐的满馅面包。再来是一个贝果，它是玫瑰洛神乳酪贝果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玫瑰洛神乳酪，而且刚有切开来看一下，它里面这个馅是有点带偏，有点像灰绿的感觉。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玫瑰洛神乳酪贝果。这一期这个全家跟好秋联名这个玫瑰洛神乳酪贝果，其实这一期目前介绍到前3，他们都这一期走路线都属于比较轻食没负担的感觉。这个的话，它也是淡淡的香气，也不太甜，也是落在3到5分甜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吃起来也很清爽，有淡淡的玫瑰香气，没有到很重，淡淡的而已。然后它这一期主打这个是熊本制粉，就这个面粉是可能由熊本那边引进，里面的这个内馅啊，这种玫瑰洛神的这个内馅啊，味道我觉得也是走清淡路线，但是都有一种那种回甘的感觉。刚吃下去觉得有咬到馅，但是味道没有很重，但是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是，它的尾韵蛮强的，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洛神的这个口味尾韵本来就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话它是主打吃下去后的尾韵。那好秋的这个贝果本身就很有嚼劲，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。就是贝果本身的贝果体，我觉得是没什么话说的。那内馅的话就是很清爽，然后尾韵我觉得还蛮香蛮强的。然后喜欢这种玫瑰或是洛神茶的感觉的话，这个还蛮推荐。然后它也是属于比较没有负担，我觉得也还算蛮好吃的。再来一个是这一期的一个 Q 题，这一期有出很多 Q 题，但是它有巧克力 Q 题跟草莓 Q 题，我觉得都是属于之前有出过，而且还蛮常见的。那这个是比较没有出过的日夏柠檬 Q 题，这个就是柠檬柑橘口味的这个一个 Q 题，帮大家试试看看。这一期前面3个是属于比较轻食类，然后比较没有负担，味道比较清淡一点。这个呢，它的话，因为我还没有吃过 Q 题是味道轻的啦，有加酱的 Q 题。那这个的话，它一样跟以往的 Q 题一样，它的糖分就是稍微比较高，大概7到8分糖了，还是算偏甜呐。那它当然还有不错的这种柠檬柑橘味，有点像地中海那种柠檬柑橘的那种风格，有点过甜。可能我本身因为我知道喜欢吃甜的人还是很多，它是不难吃的甜，但是对我来讲还是偏甜。这个柠檬味的话，跟外面市面上那些 Mr. Donut 的那个有点像。如果以柠檬的这种 Q 题来讲，我觉得特色没有到很多，但也不难吃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亮点。因为外面其实真的也还算蛮多柠檬口味的这种波提 Q 题。那它的话，这一期是可能全家比较没有出过的，但是我觉得市面上还算是蛮容易看到、蛮常见的。那甜度有点过甜，然后亮点没有很多，我觉得这个就普通。你喜欢柠檬柑橘的味可以去买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可能比较不会再买啊，因为我觉得没有特别有什么吸引我的亮点，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。下一个是这一期新出一个便当是排骨蛋炒饭，它看似是新品，但是其实排骨蛋炒饭这个品名的话，就感觉很不新品，就感觉好像随时随地都有。但是为什么会介绍？我觉得它这一期啊，感觉它这个排骨蛋炒饭有一点点致敬鼎泰丰的感觉，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料的炒饭，加上这种厚度的排骨，我觉得就跟鼎泰丰的排骨蛋炒饭很像。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。吃完这个排骨蛋炒饭，个人觉得它的炒饭本身有点太油了，跟鼎泰丰就会比较不一样。我觉得鼎泰丰的同款的排骨蛋炒饭啊，它没有那么油，然后它的话，蛋炒饭的饭体没有太多的香气，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料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突出味道，我觉得还算正常，但是有点太油腻，然后没有太多的香气，然后味道就很普通的一个蛋炒饭，没有所谓的蛋香或是葱香之类的。我觉得饭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排骨的话，我觉得很好吃，排骨的话就是很香，然后它还算很嫩的排骨哦，就是咬下去的话很好咬，带有一点弹性，但又不会太难咬，又不会太老，然后很嫩。很滑顺的排骨，所以这个排骨蛋炒饭呢，我觉得排骨很好。饭的话，我觉得就差强人意，就普普通通，就有一点没特色，没有特别多香气。如果你想要吃鼎泰丰类型的这种蛋炒饭，就是没有料的蛋炒饭，它还是可以吃吃看，没有到超雷，但是跟就是我们熟知的鼎泰丰比起来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落差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。下一个的话是这一期新出的一个贝果是菌菇起司蛋贝果，这是菌菇起司蛋贝果，它的话是需要加热的哦，它有微波要按2的。然后它的话，刚刚我们有打开来看一下，它那中间呢是全部都是蘑菇，就像这样，中间全部都塞满蘑菇，它会掉出来，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切了。我帮大家试试看看，这个菌菇起司蛋贝果。我觉得跟前面吃起来那个就是那个洛神什么那个贝果比起来，这个我觉得更好吃哎。它经过加热以后，它的贝果体的话，再来变得更软绵一点。没有加热的话是比较 Q 弹，比较有嚼劲，但是我更喜欢这种加热过后比较软绵一点。然后它的蛋跟起司很香很滑顺，最重点是它那个菌菇啊，它咬下去非常清爽，非常的新鲜，就是很脆的那种香菇切片。对，就是菇类切片，我觉得很好吃哦。整体来讲，它也吃起来也没有到就是很油腻或干嘛，完全不油。然后就是很好吃的蛋配起司，然后还有很新鲜、很脆口的这种菌菇。这个话我觉得很推荐，它也是跟好秋这个贝果专卖店去联名的这个菌菇起司贝果，这个我觉得很推荐，很好吃，吃起来很清爽。最后一个的话是这一期妈妈主义新出的这个玉米起司蛋饼。
那玉米起司蛋饼的话，在 Seven 有出过，但这一次换全家出了这个玉米起司蛋饼，我们帮大家试试看，看它倒出来的话是这样子。对，它也是玉米起司蛋饼，它还算蛮厚的，咱帮大家试试看看。这个玉米起司蛋饼啊，跟我们上一期不知道是全家 Seven 有介绍到一个葱抓饼，我记得是 Seven 的样子，比起来差很多哎。这个玉米起司蛋饼超好吃的。之前我们有介绍过那个类似葱抓饼还是起司蛋饼之类的，那个就是皮多馅薄，这个真的就是皮薄馅多，它里面这个蛋加玉米啊很厚。外面的话，这个蛋饼的饼皮蛮有弹性，但是又不会到很厚，反而是内馅很厚。内馅咬下去的层次，那个口感，那个蛋很新鲜很脆，然后玉米也很多，就咬下去也可以不止咬到一点点的，有好几颗。那个玉米的脆跟蛋的那种滑顺，配上这个 Q 弹的饼皮，我觉得这个妈妈竹系的玉米起司蛋饼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但是有一点点油腻，有一点点微微的油腻，这算是它一个小小的缺点。不然整体的话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分量也蛮大的哦，它其实很厚哦，可以给大家看，真的很厚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还算蛮推荐的哦。这个玉米起司蛋饼，我们这一集全家的品项大致上就介绍完了。这一集全家也不会有第二集，因为这一集全家品项出的蛮少的。对，那我们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